喂，怎样？最近好吗？好啊，你好吗？好啊，怎样？关心你啊。哦，你哪时候变得这么关心？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心理疾病。那讲到心理疾病，大家最先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有的人就会想到说，哦，他们都是暴力分子，他们都会做很可怕的事情，新闻上都是这么说的。或者是可能有的人就会想到说，哦，我常常看到路上啊，有些人就会对着空气说话，看起来好可怕，我们不要接近他们。那其实呢，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想法，甚至是误解哦。那在我自己呢踏入心理咨商这个领域之前呢，其实我对心理疾病也是一知半解的。一直到呢我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了心理咨商的硕士之后，我在这边的学习还有实习的经验，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心理健康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拍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了解到的心理健康还有心理疾病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呢，就必须要从我的实习开始说起。在我硕二的这一年呢，我有幸到了一个非营利机构实习。我在实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所遇到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的患者。一开始呢，我也是抱着想要帮助他们的心情去做这个实习的，但是我一开始的心态呢，比较像是一个站在高处的人，然后我看着悬崖底下的他们，就觉得他们好可怜好辛苦所以我就丢了一个绳子下去，然后非常努力的想把他们拉上来。但是在一年的相处啊，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后呢，我的心态就有了蛮巨大的变化。不是说我现在不想帮助他们了，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呢，心情比较像是一个陪着他们在迷宫里面看地图啊，寻找出口的那个陪伴者。所以我的心态呢，就从了一个救赎者变成一个陪伴者。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改变呢？就是因为我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呢，我发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多人时常可能会忘记的，包括我自己，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只是普通人，然后我们的需求呢，也都只是希望可以被爱、被了解、被接纳。就像我们不会想要去区分感冒的人说，哦，因为你感冒了，所以我就不跟你当朋友了。我希望我们也可以不要去区分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因为真的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深深的感受到他们需要的呢，并不是那种因为我比你好，我觉得你很可怜的方式给予同情。他们更加需要的其实是有人愿意去理解他们，去接纳他们，然后邀请他们跟我们在同一个平面上面一起生活。那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除了记录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怎么样去陪伴有心理疾病的人。说了这么多我的事情之后，我们先来言归正传，到底什么是心理疾病呢？根据美国 APA 的定义呢，也就是说呢，心理疾病呢会使人的情绪、思想或是行为，或是以上3个因素的总和产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心理疾病也常常会使人在社交啊、工作啊、家庭关系中产生问题以及困扰。比如说，有些忧郁症患者呢，可能就会因为病情的影响，导致他们时常感到情绪低落呀，觉得难过，没有动力做事情，或者是没有办法专心，甚至可能会有想要自杀或是自残的念头。这些种种呢，就会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正常的跟人家生活、交流、工作等等。同时呢，美国 APA 的数据也显示，在美国每5个人就1个人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疾病哦。我自己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心理疾病竟然是这么的普遍。但是呢，往往我们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又不是那么的多，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非常担心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一得到心理疾病就没救了呀？或者是可能就会有人好奇，那心理疾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心理疾病咯。就跟很多其他的疾病一样呢，比如说肺癌呢，是因为你的肺不健康；那骨折呢，可能是因为你的骨头受伤了。那心理疾病呢，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什么叫做大脑的化学物质出现不平衡呢？如果把它跟我们熟知的身体疾病来做对比，那就会很好理解了哟。比如说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肺癌，肺癌呢是台湾致死率第1高的疾病，它的成因呢就包括很多种，
比如说呢是家庭遗传、后天的行为影响，像是吸烟，或者是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呢，要是你长期暴露在重金属之下，或者是呢在严重空污的地方，那就会提高你得到肺癌的几率。同时呢，人们也会常常因为癌细胞的转移而得到其他的并发症。心理疾病其实也是一样的，心理疾病呢也是由内在跟外在的因素共同组成的，就像肺癌一样，心理疾病的成因呢也包括先天的家庭遗传、后天的行为影响，比如说呢像是酗酒、吸毒等等，或者是脑部受到创伤，又或者呢是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呢像是你可能遭遇到失恋、失业、受过虐待、创伤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你得到心理疾病的几率。同时呢，就像癌细胞会扩散一样，心理疾病呢常常也会携家带眷的来拜访你。研究就显示了，有很多物质滥用的患者呢，其实同时也是罹患着忧郁症的。除此之外呢，心理疾病跟肺癌呢相似的地方还包括他们在初期的时候都不容易被人们所发现，就算身体跟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人们往往会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这种心态来盖过，这往往呢就会导致我们没有及时就医而病情恶化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发现并且预防心理疾病呢？跟很多身体的疾病一样哦，像是规律的运动、不滥用酒精药物、时常与人接触并保持良好的关系等等，都是非常好的预防方法。因为身体跟心理的健康往往是相互影响的。另外呢，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大家说，我们要定期的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呀，这样子有什么病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心理疾病呢，也是可以透过定期的心理咨商来预防，并且达到最佳的心理健康。可是肺癌可以用听诊啊，或是 X 光的方式检查，那是心理疾病呢？心理疾病的诊断方式呢，其实是透过美国的 DSM， 但是呢，不像是身体的检查，可能你会有一些数值啊，或是 X 光片。心理疾病的诊断呢，往往是透过患者的病征，以及这个病征呢，对你日常生活功能或是情绪上影响的层面有多广来做判断依据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嘛，有一些忧郁症患者呢，可能就会因为病情的影响，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出门，或是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好好的与人社交等等，这些呢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能就会被诊断为心理疾病。那有什么治疗方式呢？肺癌的患者呢，就会透过多元治疗的方式来做治疗，比如说手术呀、化疗或者是放射线治疗等等。心理疾病呢是透过两种主要的方式做治疗的，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就是透过药物来修复或者是抑制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使得它们达到一个平衡。那非药物治疗呢，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心理咨商、心理治疗，透过心理师跟个案之间的谈话，并且合作的关系，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心理治疗呢，常常以增加沟通技巧啊、压力应对能力啊、增加自信啊，或者是促进行为模式等等的方式来改变，并且达到心理健康的最佳状态。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呢？那我们可以这样想哦，把心理治疗师呢想象成复健师，就像是我们骨折摔断腿的时候呢，需要一段时间的复健来达到你原本的生活水平，才可以像原本一样跑步啊、走路啊、做运动等等。那心理疾病的患者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一段的复健期。当你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的时候呢，治疗师也就是一个复健师的角色，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帮助你回归你原本的生活水平，来减低病情对情绪或是生活上面的影响。但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心理疾病呢，都不像癌症一样致死率高，然后可能常常也治不好。绝大部分的心理疾病患者呢，其实是可以同时透过药物以及心理治疗两种方式来控制病情，并且减低病情对生活的影响。听到这里之后呢，是不是发现其实心理疾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秘？它就跟很多我们熟知的身体疾病一样，是需要被人们重视并且及早治疗的。更重要的是，跟身体的疾病一样，心理的疾病呢是可以透过治疗来控制病情，并且减低对你生活的影响，让你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的。就像呢，我们不会去怪罪有肺癌的人说你为什么要得肺癌一样，我希望我们也可以不要怪罪心理疾病的人为什么他们要得心理疾病。因为就像肺癌的患者绝对不会想要得到肺癌一样，心理疾病的患者也绝对不会想要得到心理疾病的。
就跟很多身体的疾病一样啊，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像我们也不会去责怪肺癌的患者的家属说啊，你怎么可以让他得肺癌一样。希望我们也可以不要去责怪有心理疾病患者的家属，因为呢，这并不是任何人的错。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健健康康的，他们肯定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健健康康的。真的，在我自己踏入这个领域之前，我常常也会想说，忧郁症，那你就不要那么想就好了呀，换一个想法你就不会有忧郁症了，正向思考就好了嘛。这些呢是我在了解心理疾病之前可能会有的想法。你想象一个情境，假设呢你今天小朋友在打篮球。然后呢，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不小心跌倒了，骨折了。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在旁边指责他说：“哎呀，你干嘛要骨折？你怎么这么脆弱呀？摔倒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赶快站起来，赶快站起来！”正向思考，你骨折就不会痛了。还是你会非常非常紧张、担心的，赶快帮他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赶快去接受治疗呢？说了这么多呢，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心理疾病的成因以及治疗方法有哪些。更重要的是呢，希望大家可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意识，不要害怕接受治疗，也可以在面对有心理疾病的患者的时候更有同理心，更能够去理解他们在遭遇的是什么。影片的最后呢，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花个3分钟，做一个简单的小活动。那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拿起我们的手机，然后我们可以传一个讯息，或是打个电话给我们重要的人。这可以是我们的家人，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你的爱人，甚至是隔壁的邻居爷爷奶奶，或者是楼下的管理室叔叔都可以。我们可以问他们说，今天吃饱了没有啊？心情怎么样呢？身体健不健康呀？甚至只是提醒一句说，最近天气很热哦，记得开电扇，不要中暑了哟。这个小活动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爱与关怀，然后减少呢大家得到心理疾病的机会。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看完。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呢，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心理疾病是什么，然后也同时可以关注心理健康这个议题。那如果身边呢有人有心理疾病的前兆的话呢，也不要忘记用温暖的方式给予他们关怀以及陪伴，然后鼓励他们去就医。好，那这是我的第一支影片，有什么问题或是建议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那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你这样突然打电话或是传讯息给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好笑的反应？是不是吓了一跳呢？或者是可能会，我猜测我如果这样突然打电话回家，问他们说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身体还好吗？他们可能就会说，是不是没钱了，要跟我们要钱？就是。喂，怎样？最近好吗？好啊，你好吗？好啊，怎样？关心你啊。哦，你哪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我一直都很关心你，好吗？我是少女来着。是。好了，我在录影了。录什么？录我的影片啊。叹气是什么？叹气是怎样？我昨天要去那个爬山，就很累啊。然后我回家后，突然发现我这个小腿肌好像变壮了，怎么办？抬腿啊？那个抬腿没有用了吧？那不然怎么办？不要爬了。不知道，很苦恼。这样听起来感觉再没几个月就放弃了。利用他几个月已经很对得起他了。我也要有形象哎，你会给我剪成什么妈妈？就是很酷炫的妈妈。是吗？这样子能剪出什么酷炫的妈妈？你本身就是很酷炫的妈，怎么剪都是很酷炫的妈。我会变成一个人家说什么很三八、很无聊、很奇怪的妈妈。不会，你我比你好怎么办？那不是很好吗？那你就可以当网美了。记得你如果有赚钱，有分到钱费点给我。啊，我如果比你好，我如果有赚到钱，我也可以分给你。我们互相啊。哦，互相帮助，是不是？是。这样，按你借由我的频道变红的话，你要分多少给我？73分应该不过分吧？我7你3。不会，我不小气，我只要红就好，我只要红就好。